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晚间的一条消息说伊以要停火了，让美股周一盘中 V 型反转。现在的短期波段完全受这个事情左右。截至阿哲录制视频为止，纳指的期货继续上涨了0.7%。不过目前的消息面太过于混乱，不知道究竟哪一条是真，哪一条是假。有说停火了，但也有说还在开炮。所以阿哲依旧继续看到技术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5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从当前的短线波段来看，市场呢依旧在走一个通道的走势。那么这一个通道呢，当前还没有被突破。那么我们知道，在本次的这种承压的回落当中，主要的一个外界因素呢，就是地缘关系的一个影响。那假如影响这个通道的稳定性的一个因素就是伊以之间的关系，假如他们真的停火了，那么甚至呢和好如初了，那么这个通道将会很脆弱，很容易呢被反转被突破。所以我们用技术面上可以去反映这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如果接下来市场真的反映伊以要结束冲突，那么要停火，那么这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会有一根明显的大阳线把这一个通道给击穿，那么开始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4浪调整的结束和5浪再次的开始。所以在第一部分，阿哲呢依旧会讲一下有关107天均线和下降通道它的一个形成和延续。而在第二小点，我们会讲到日内撑压红绿灯的使用。今天市场在周二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具体会是哪些点位，我们以此呢也可以去观察市场是否继续会走强。在了解了市场的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的一个方向。那么受制于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市场指数出现上涨，那么很多科技个股呢也纷纷跟随上涨，所以包括昨天的领头羊，那么特斯拉出现了8%以上的上涨。除了苹果之外，其余的个股阿哲目前基本不会去寻找这个做空的方向了。那么很多个股呢昨天也出现了买点，我们依旧会讲一下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Coin、博通、MD、阿斯麦、苹果、Meta、MSTR、PL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希望本期视频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因为阿哲的内容呢可能涉及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假如您的时间有限，难以去观看全部的内容，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旁边的这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是阿哲呢去专门整理的，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快速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内容，希望以此的设置能够对您有些帮助。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点，关于107天均线和这一个下降通道目前的一个延续。在昨天的一个盘前解析当中，我们会看到阿哲有讲到日线上的一个看涨要求。在日线上的一个看涨要求是今天也就是周一的 K 线呢为一个关键 K 线，只有周一的 K 线的高点被后续突破，我们才去看多。而在此之前呢，把今天的周一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这是在日线上。如果您比较求稳，可以接受相对晚一点买进的同学，您可以以此呢更确定的去买到一个起涨点。而后呢，假如您想要更快一点在盘中发现买点，那么在30分钟170破位的2号 K 线处止跌。这是在周一美股开盘之前的一个迹象，也是呢我们在上周周六的视频当中有讲过的170如何去低吸的问题。那么如果想要更早一步的盘中看涨去买进看多，那么也得要30分钟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19544.68为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07天均线的使用。那么在30分钟的107天均线最近以及之前，其实长时间呢产生了一个支撑的效果，不管是日线还是小级别。只要您目前的股票处于170向上运行，那么它的每一次回落，你都可以呢认为是一个低吸机会，亦或者是在破位无效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做多的机会。我们看到前期这些对于170当产生无效跌破的时候，它们所产生的往往是反向的再次上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怎么去判断170的有效跌破。正常来讲，它需要跌破2根 K 线。如果像这种连2根 K 线都没有跌破的，那么肯定就不是有效的跌破。而当跌破有2根 K 线的时候呢，我们再从这2根 K 线当中去找到偏低的价格，这一个低点就不能被跌破。一旦后续再次的出现被跌破，那么这种行为就意味着107天均线首次的有效的跌破。而截至目前为止，纳指的107天线在30分钟的表现是没有产生过2次 K 线被有效跌破的情况。
那有同学说，那这一轮3根阴线的下跌那么强势，它也不是有效跌破吗？我们看一下，跌破的第一根是它，跌破的第2根是它。那么这一根 K 线的低点是不是产生了支撑？而股价呢在这里震荡，首次向上行去突破它的高点的时候是无效突破的，回落一下，再一次大阳线去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涨到了107天线上？所以如果在30分钟想要去看涨，想要去找到买点，想要比日线更快一点的话呢，是这样的一根30分钟的突破，而后去做看涨的买点。那我们在本次的回调当中，昨天的多头进场点就是这一根阳线的突破。不过突破之后有一点不太好的，在最后昨天周一收盘依旧没有把收盘价涨到这个通道之上，所以对于多头的投资者，你要去小心在这里再次出现的30分钟收阴下跌，亦或者是突破之后的无效突破的再次回落，这是作为短线多头的一个止盈点，或者说你要离场的一个信号。而在这种信号出现之前呢，我们在这里30分钟延续看涨，因为最近的行情变化比较大，它不是呢比较明显的趋势上涨或趋势下跌，整体呢在震荡当中，所以一些行情观点可能在盘前呢会给到，但是阿哲很难说每天都更新这个行情视频，因为偶尔会有其他安排。所以假如您是想要看到阿哲每天盘前的最新的观点的，那么也记得呢点击订阅之后可以找助教去领取。只要是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这个盘前解析在一段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免费的获得，希望它呢能够对您也能够产生些许的帮助。所以目前您对107天均线的使用以及30分钟这个通道应该已经有了一个了解。当前就是在30分钟产生了通道内的买点，但是空间目前从30分钟来看还没有有效去打开，所以关注今天30分钟能不能有效站上这个通道上方，那么小级别就依旧看涨。而对于日线的投资者，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到这一根负阴线的 XK 线，我们以这个高点认为它是个压力。如果昨天小级别看涨之后，今天如何能够加仓或者说保持看涨？除了30分钟的通道的突破，我们更希望看到日线级别能够出现一个阳线收盘，站在昨天周一 K 线的高点之上，来确认技术面上也确实不只是30分钟，日线级别也是看涨。那么这里如果出现明确的日线看涨信号，就会形成另外的一个结构或另外的一些观点。在之前这一波调整受压当中呢，阿哲有讲到，它处于一个很大几率的楔形破位的4浪回调当中，而因为2浪是调整的比较简单的单边下跌，那么4浪就容易是复杂的震荡或通道的下跌。那么这种复杂的调整何时会产生变化？我们更希望看到是这一次的下降的通道在日线上能够有强有力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的产生，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位置将容易产生5浪的一个上涨。所以目前的30分钟的看涨信号还不足以达成日线上的4浪的止跌或4浪的调整结束，5浪的启动。我们需要在日线上再等待一根明确的上涨阳线，才能够升一个级别，在日线上去看调整结束，看5浪的启动。这就是当前阿哲在技术面上的一个最新的观点。当具体这根日 K 线能不能产生，我们知道核心的短线波段影响因素就是伊以的冲突究竟是否能够明确的停火，而不是再次的交战。如果再次的维持交战，那么伊以的一个停火呢，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么这里呢，就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下行的震荡的调整。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关于市场的浪形的观点重申，以及107天均线和30分钟的看涨的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也较为的充裕，那么可以顺带着点开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点赞评论，日常的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就成为阿哲讲具有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只要您点开这个全部的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都会在发布之后，首先第一个通知到您。感谢老同学和新同学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小节，是关于日内的撑压。在今天市场的支撑和压力位具体有哪些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图板，在左侧呢就是阿哲昨天盘前所发布的一个盘前解析的所有内容。一般它会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对于指数的观点，阿哲目前对于美股指数它的一个整体环境的判断，一般在周二和周四以及周六这3天时间，阿哲会更新这一个盘前的视频。盘前视频和盘前的观点呢，一般是一致的。那么在周一
周三和周五的盘前当中，阿哲没有盘前视频，一般就会更新这一个盘前的文字版。那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应该呢也都能够接收得到这一条盘前短信。而除了指数的分析，我们还有针对于个股方面的一些判断。像昨天因为消息面还不算明朗，那么阿哲更多的是给到空头以及中性可能会出现上涨信号和下跌信号的一些判断。所以稍后我们在个股解析的时候呢，也会用到这些观点，看一下它是否会有所改变。那么下方我们看到的是纳指、特斯拉、英伟达这3只标的是阿哲日常在盘前会给到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以此呢我们去做一些短线的判定。那么截至昨天最新的支撑和压力位产生效果之前，阿哲保持的是指数看跌，特斯拉呢是维持看涨，那么英伟达呢是看跌，这是红绿灯每天的提醒的更新。那么今天会不会有所变化？我们看到右侧的这个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在这个图表上呢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提醒，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支撑和压力位的一个变化的提醒。假如它今天底下呢出现是一根红灯 K 线，它就说明今天阿哲给到的日内的那个支撑位应该是被跌破的，那么收盘跌破，底下的 K 线就会显示红灯。而如果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那一个日内的压力位收盘价是突破的，那么当天底下会出现是绿灯 K 线，那么以此呢去判定每一天的支撑和压力位它的一个反应。如果没有突破压力，也没有跌破支撑，那么就是无灯的 K 线，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使用技巧。所以在红绿灯的使用技巧当中，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出现了红灯，而后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它就是一个买入的信号。而假如它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立马第二天是一个红灯，那么就作为短线的卖出信号，那么或者说看空信号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红绿灯最简单的使用方案，以红灯为风险看跌做空卖出，亦或者是离场；以绿灯呢为看涨做多买进加仓，以此为信号。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位置出现是根绿灯 K 线，说明昨天的收盘价已经突破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那个压力位，说明多头是强势的。而昨天呢是一个红灯，在红灯之后立马转为绿灯，就类似于之前的这种位置，它呢作为一种买点的存在。这是用红绿灯简单的一个提醒。不过这里大家注意了，现在的这个买点它还不是很强烈，因为这个位置的买点和之前是不一样的。之前呢调整是单边的，上涨是单边的，那么单边行情红绿灯的转势信号就特别有效，我们也比较看重。而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行情。那有同学说，那昨天这种阳线那么强势，还不能够作为明确的看涨吗？还不行，因为之前有一根更为强势的 K 线，是这根阳线，这根阳线收盘价把它的最高价给突破了。当时我们就说过了，单纯通过 K 线的走势，它这里肯定能看涨，但问题是它目前是震荡，它是整体格局是调整的势浪当中，所以当时这根阳线的出现，我们说过，哪怕你买也不能买多，最好是不要买。所以在震荡行情产生这种强势阳线的表现，一般后续就容易走弱，因为震荡行情就是上涨空间有限，下跌空间也有限，所以涨的时候一不小心涨得太强了，那么就容易产生几天的回落去抵消，而跌多了呢就会涨起来，涨多了会跌下来，这是一个震荡行情的特征。那么目前它这根阳线不能说明它已经脱离了震荡，那么唯有今天依旧的强势，我们才认为这里的多头不太一样，它呢将会突破之前的震荡的一个格局。所以最好的就是昨天为一天的看涨，但还不是很明确的加仓看涨，跟我们前面所讲的30分钟看涨，当日线还不达成要求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股价的高低点预测，高点的压力呢是19791.69，低点的支撑呢是19482.98，这两个价格呢可以作为今天多空强弱的判断。如果今天就收盘跌破了低点的支撑，那么就说明是一根红灯 K 线，就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说明行情还在震荡，整体呢依旧是一个震荡下行的区间。而今日如果还能突破19791.69，再次出现一根绿灯，那么这里就能说明适浪的调整低点出现，五浪的启动已经开始。所以目前的多头呢还算是比较有优势，因为只要今天的收盘价不要去跌破这个低点支撑，基本上风险就不大。当然如果今天又是冲高回落，又出现一个负线，那么就另外再谈。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要提醒一下，
红绿灯的一个点位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现在所看到的点位和昨天阿哲给到的点位，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支撑和压力，所以每一根红灯和绿灯，它的判定要求都有所不同。如果您是刚才点了订阅的同学，那么阿哲这里要告诉大家，您怎么在每天盘前能够收到这条短信。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点了订阅，而后打开下方的评论区，在下方评论区当中有一条阿哲的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的。在这条评论中有阿哲唯一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而后您给他发送一条信息，可以发一个盘前的文字提醒一下他，他收到您所发送的盘前这2个字，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同时您需要每天的盘前的观点，那么他会把盘前观点每天发给您。所以如果您是刚订阅的同学，想要领取盘前的短信，想要领取盘前的 Telegram 的短信，那么可以点击评论，稍微动动小手指，给助教发一条短信即可。同时，这里阿哲要讲一点，就是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呢，阿哲相信您可能不只是想看一个盘前短信，很多时候您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技术分析的学习，您也想要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交易，学习更多技术分析的一个分析方案。那么阿哲频道呢，还提供给订阅观众其他的学习的路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福利。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图版。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是其中的一重福利，而剩下的你同时可以享有的就是我们专属于 Telegram 的一个频道群组。在这个群组当中，您可以每天收到盘前解析，同时也可以每天收到一些进阶的知识、内部直播，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专门为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去进行设立的，去进行上课的。而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您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享有这3重的福利，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订阅和观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本周我们的课程安排。本周我们所讲的内容就是最后的龙头机会。如果市场真的4浪回调结束，再次走出5浪的上涨，那么在这种上涨当中，我们可能更加要关注和跟踪的某些龙头的机会，怎么在这种行情当中去寻找。如果本周真的启动5浪，那么在这种启动之初，我们如何去抓到龙头的机会？今天第1节课龙头启动密钥，大阳破局已经结束。那么明天呢，阿哲会讲到龙头的回调密钥，阴线淘金的方法。这是我们本周的课程安排。如果您是订阅同学，那么记得不要跟。那么如果您是订阅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找到助教，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内部课程。以上呢就是对于指数的一个分析观点。那么大家如果有所明白之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第2部分。第2部分呢是关于个股解析。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一个试运营基本上属于买定离手，你是看多亦或者是看空，在这一天将会彻底揭晓答案，后续它的波段运行方向就很明朗了。在小级别出现了这种收敛状态之后，这一天出现了一个上涨，这一根上涨的阳线，当天你把握到了还是没有把握到？盘中有没有看到它突破了一个三角形之后去进行一个日内的交易？那么其实关系都不算大，我们要的是这根阳线后它的一个波段的方向。当这根阳线产生之后，并且它突破了左边这个小高点，我们会有一个浪形上的变化。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现在呢再简单讲讲，假如没有这一根阳线，价格反而是向下的一根阴线，那么它会产生的就是类似于 A、B、C 的结构。而这个 A、B、C 的结构如果 C 段特别的深，那么甚至呢将会产生比较大级别的 A、B、C 的结构。而现在它出现的是一根阳线，也就是说它打破了这个小结构当中的一个高点，并且重新站上了107天均线。那么这里有可能产生的一种浪形式，价格前面这里可以算是一个一浪的上涨，一浪的前方是一波相对的完整的有效的调整。那么这里是一浪上涨的可能性是有的，完全可以的。后续经过的再次的调整，那么可以认为呢，它可以作为一波2浪的调整。那这个下跌幅度其实也不小，接近25%的一个下跌。所以这种下跌后的上涨，它并没有产生弱势反弹后再次回落，而是强势的去再次的启动8%的阳线出现。那么这一波行情，这一根阳线的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它很大概率是一个3浪主升的启动阶段。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在这根阳线后，怎么去把握到
可能出现了三浪主升，大家注意了，这里说的是可能出现，而不是绝对产生，因为我们后续还需要去跟踪这个趋势和浪形的发展。比如说前期这个前方五浪推进遇到的一个高点367.34，它究竟能不能够有效再次保持强势的突破，就是这一个三浪主升，就是它下一个所面临的考验。因为它如果一旦在367.34再次的遇阻，并且不能强势突破，它这里是容易出现双顶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根阳线作为三浪启动的信号，但是依旧要去跟踪，不能够在之前的压力位再次滞涨走弱。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在具体的交易细节上会讲到，这是一个浪形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30分钟，在30分钟最近呢是产生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敛。这是一个对称三角。什么叫对称三角？就是上方呢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线，而下方呢是一个向上抬升的趋势线。这呢就属于一个对称的三角。最近的比特币其实也是对称的三角，但是比特币选择的是向下的破位，而特斯拉呢选择是向上破位。昨天的盘前解析短信当中有讲到，特斯拉如果它要保持空头，那么就不会去突破这个上沿，以及它后续要加仓呢，得要去突破这个下沿。我们看到在30分钟的第一根 K 线就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开盘就基本上要突破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根30分钟这根大阳线的产生，是不是可以确认它摆脱了这一个三角形？那么方向就选择向上。在有效突破之后呢，出现了略微的震荡。那目前我们可以在30分钟怎么看呢？把这一根阳线的低点，它呢也是一根不小的阳线，把这个低点作为防守。那么如果你用30分钟产生了机会去买进去追涨的话，你可以看到30分钟这根阳线的低点，这里只要调整不破，就依旧短线可以去看到上方五浪的高点的压力。而接下来我们也从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来去分析一下特斯拉。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一根阳线它的交易思路是什么呢？就如果它真的出现一个三角形的突破，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一天的日内你可以去做交易，可以去追涨都没问题。但一般来讲啊，我们尽可能不要去。但一般来讲，追涨的、短线买进的，你博弈的这一个价差的同学，尽可能的在尾盘的时候可以去获利兑现。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期我们讲过，它这一天只要略微的上涨，它就会是上穿。那么上穿 K 线呢，它穿过零轴，则容易是 BBD 的一个变盘 K 线。当股价向前方这里在水下往上上穿水上的时候，只要穿过了零轴，这根 K 线它的高点容易产生一个压力，特别是在下跌反弹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个压力。所以这根 K 线不管走势多么强劲，一般在这种 K 线上呢，尽量的我们要去小心了。所以特斯拉，我们目前认为这个高点将会产生一个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上期视频所讲过的，哪怕这一天出现了利好，哪怕这一天因为利好，因为试运营确实出现上涨，我们尽可能，你之前可能持有空单的，你止损空单可以去做多单，但尽可能不要拿过夜，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天就容易产生高点变盘。我们更加要去注意的一个信号，怎么去跟踪它的短线上涨的力度，就是它这里不能够有压力。如果它这里不是高点变盘，那么今天或者说短期2-3天内收盘价应该要有一个实体过半去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这才能够抵消这种上穿的一个高点变盘的风险，才能够继续的看涨。否则这个位置产生了上穿 K 线的压力，像前期这里如果出现的是高开低走，亦或者是冲高回落的上影线，那么就要小心它的一个调整。当价格把当时这根 K 线上穿 K 线的低点给跌破的时候呢，就确认高点变盘的成立，它的调整就容易发生。我们也是通过这些信号的叠加去做到了这一步的空单，是吧？那么现在它会不会又产生这种高点变盘的如期而至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在指数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明白的是，它的高点容易有压力，而低点不能被破。所以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三浪主升的阶段，我们会明白一点，它这里可以调整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一根阳线是不能被跌破的，就如同前期这里它不能被跌破。如果跌破，那么属于三浪主升的概率呢就会大幅降低。而当这里股价能够再次收盘突破，它是直接突破还是回调一下再突破呢？都可以作为再次的加仓点或者说看多点。而对于空头来讲，在这根阳线被完全的跌破之前，就不随便做空了，因为它的空间其实也就这个阳线的区间而已。所以当前的多头，我们以这一个阳线的低点和这个170天均线的白色线作为防守，只要这两个价位不被
击穿不被跌破，那么波段看涨，上浪主升行情。而同时在短线上呢，我们也可以用红绿灯来去跟踪。前面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之后，当前呢保持一个绿灯，还没有出现红灯，所以对于多头来讲，风险点也可以说是下一根红灯产生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目前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368.14，低点的支撑是338.08，关注这两个价位。如果特斯拉今天就收盘跌破低点，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跌破出现红灯呢，那么也是一个风险的直接提醒了。以上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版，在英伟达的空间上呢，143.95还是在盘整，还是在磨蹭，没有动。那么在本周的英伟达呢，是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变化，可能是等待那个消息的落地而后再产生这个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去看一下它的短线的交易机会。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在前期出现了股价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这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市场有所风险。那么这一个风险只要后续不产生绿灯，就一样会出现或一样呢会延续。所以红灯之后为风险，红灯后要等转绿灯，我们再去明确市场可能会再次的走为上涨。那么当前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时候会转为红灯，股价的预测高点今天是145.85。而预测的低点是143.1，那么也就是说，英伟达收盘价只要能够站在145.85之上，那么产生绿灯，而最好这一个阳线能够站在它的高点之上。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K 线的高点是多少？昨天的最高价格是144.78，也就是说，只要是一根绿灯的阳线，那么基本就能够突破这一根阳线的高点，那么同时绿灯，同时达成买点，它也是一个复线后的 X 的高点买进。这是对于想要做多英伟达的同学可以去看到一个信号。当然，这里要是一根阳线，不要冲高回落，不要是一根阴线。在资金上呢，它目前处于水下震荡，跟价格呢差不多，离零轴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当下的关键 K 线可以看到这一天它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低点是不是作为支撑，高点作为压力？所以价格走势最近在这里盘整，但是没有跌破它，所以风险呢虽然有红灯，但没有进一步的去衍生。这高点将会是一个压力。当股价突破它产生买点的时候，下一个加仓点是收盘价能够突破左边这根阳线的高点的时候，可以再次做加仓。而在这里如果遇阻，那么短线呢可能还要走震荡，那么你可以以此呢做高抛低吸也是可以的。以上是对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最近也是在一个压力位下进行了一个反复的震荡，它的上沿是230.12，下沿呢是224.08，这个区间呢是通过170被突破开始产生有效之后所延伸的一个空间的压力。而价格走势当前还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在震荡徘徊，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向下或者说向上的一个 K 线。之前这里有略微跌破过，但第二天立马就反向了。它最近的走势是比指数略微强一些的。那么在空间上呢，是陷入到了一个盘整等待方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有什么变化。在半导体指数的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前期呢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里呢也是红灯转绿灯。而后市场是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中途呢有一个三角不过这里不是红灯，这是另外的一个信号。在这一根红灯产生之后呢，这一个绿灯的行情是不是结束了？而最近虽然有再次的红灯转绿灯，但是这个绿灯后是一个盘整，而又出现了红灯，所以当下的半导体指数是处于红灯的影响范围，而后的无灯 K 线，所以当前还是空方在控制这个局面。那怎么样能够转为多头占据主导呢？这里得要出现一个绿灯 K 线。绿灯 K 线要怎么产生？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点，高点是230.215，而低点的支撑是224.185。股价得要收盘价站在230.215之上，才能够说明这里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今天是否能站上？我们把这个压力位呢作为今天日内要去关注的点，这是半导体指数下方的关键 K 线是这一天，它呢是下穿，跟特斯拉的上穿 K 线是一样的变盘点。下穿 K 线一般作为低点的变盘，上穿 K 线为高点变盘。上穿 K 线的高点被突破，就说明上涨延续；那么下跌 K 线的低点如果被跌破，就说明下跌延续。而当前这个低点呢是没有被跌破的，
股价呢如果能够收盘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这意味着上涨延续。所以今天如果出现绿灯，那么其实呢应该会顺带着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突破它的高点。那收阳收盘突破，那么半导体指数则再次的看涨。在出现这个信号之前呢，我们先不看涨，依旧呢看震荡。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会讲到 Coin 等个股的解析。那么第一只标的是 Coin， 目前所看到是 Coin 的行情图表，在一根大阳线带缺口突破170，产生有效的突破之后呢，市场是不是在170上呢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后最近出现了再次的一个加速。当出现了一根加速的 K 线之后，是不是容易产生震荡？所以这一根 K 线也是加速 K 线，那么加速之后它是不是容易产生震荡？所以这个调整是一个正常的，但是你只要知道它的调整幅度整体合理，那么就依旧还有上升的空间，只是大涨之后呢多有回调。你会看到它的 K 线其实结构差不多，一根大阳线之后第二天就是小阳 K。同样的，我们放大图表看到最近的上创 K 线，上创 K 线是不是这根大阳柱？大阳柱是上创，本应该是高点边盘，但它的高点最近是被连续的2根 K 线的收盘价都给站上了。所以上期视频我们的观点是，只要这个高点它依旧保持在这之上，没有出现阴线的跌破，那是不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调整都属于强势的调整，只待再次的产生上涨，产生强势的启动就行。一般这种强势的启动呢，最好是一根绿灯 K 线，绿灯之后调一调，再出现绿灯，调整的幅度只要保持在 Coin 的高点之上，那么就属于强势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对于 Coin 最近出现了获利兑现，想要再次进场，亦或者是之前没有进场想找机会进场的，现在还不到时候，最好的是等下一根绿灯或下一根强势的 K 线。而假如收盘价有那么一天跌破到大阳的区间之内，那么说明它要在这里去看一下下一个支撑，那么就说明股价呢将要往下寻找另外一个支撑，一般呢是大阳的中轴线和大阳的底部去寻找。所以当下如果对于想要短时间内去进场的同学，您得要等待一个在大阳高点上的绿灯 K 线。什么时候会出现绿灯？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291.23， 高点的压力是 310.92， 关注这2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那博通呢，在昨天出现了一根绿灯 K 线，而且这一个绿灯 K 线呢，它是不是突破了前期我们所讲到的防守阴线的高点？当然它这里呢有2根 K 线都属于防守阴线，它们的高点昨天都被突破了，但突破的地方呢是比较略微的突破，可以作为买点吗？可以是可以，并且它是一个绿灯，只是仓位不要多，因为它的突破呢只是略微的突破，我们一般最好是能够实体过半的突破会更加有效。今天如果在这一个价格之上再出现一根阳线实体站上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低点的启动将在这里再次的衍生。这个目标呢依旧先看到缺口的上沿的回补，所以这一个突破我们先看有效，除非今天再次的回落，那么短线的多头则立马要走。而今天的收盘价只要还能够站得住，并且是一根实体阳线，不是假阴线，不是10日线，或者说冲高回落，那么都可以作为下一个加仓点。而我们也希望它如果能够延续绿灯就更好了。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低点支撑是 250.115， 高点的压力是 257.865， 关注这2个价位。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MD 呢在产生了红灯转绿灯之后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红绿灯来讲是一个买点，但是红灯转绿灯的买点最好这个绿灯呢是一个阳 K 线，但它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的高点，假阴线的后续怎么看？我们说决策假阴是收盘价在实体之上为买点，但可惜的是它是收了一根阴线，那么阴线能不能买进呢？相对比较危险，所以这个买点呢我们就在等一根阳线的产生。而我们曾经讲过，它其实受到前期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压力，那么目前在趋势线压力附近没有产生一个阳线的上涨，就还要再等一等。好的一点是它跟 Coin 是一样的，上穿 K 线是一根大阳线，然后上穿后的调整都在大阳线的整体的实体之上，它没有太过于强势的跌破到实体之内，所以它的调整也是强势的调整，你只需要等待一个买入点即可。
只是目前一直没有见到一根好一点的阳线，所以这些买点呢，相对来讲，对技术面的投资者来讲，你去买进就不太合理，等一根阳线再继续看涨。而如果这根阳线是绿灯会更好。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128.2， 高点是 134.63， 我们关注这两个价格。底下呢出现了连续流进的资金后的流出 K 线，所以这根 K 线呢可以作为关键的看，所以这根 K 线可以关键去看它的高点是压力，低点为支撑。如果收盘价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意味着这个调整将会进行一个扩展空间，容易进入到大阳之内。而它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其实也可以直接认为是一个加仓点，是一个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昨天出现了一个绿灯，而绿灯的前一天呢是一个红灯，红灯转绿灯本身作为红绿灯来讲是一个买点。那么买入之后，除非下一根 K 线直接转为红灯，或者说它直接走弱，那么这种绿灯之后再转为红灯的 K 线呢，就为一个相对的再次的风险。所以它只要是红灯后转绿灯看涨，那么下一个红灯之前我们保持看涨。而因为它是一个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所以如果这里要延续看涨，保持强势的话，它得要收盘价继续的站在它之上。所以这一个绿灯呢，可以作为第一个看涨点，只是确定性呢会偏低，只是确定性呢还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已经不错了，这个上涨幅度。下面再来一根阳线突破它的高点，那么作为再次的加仓点。那这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能不能成为像前期这种位置出现的红灯转绿灯的一个买点呢？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那么这个买点的关键在于它不要立马在绿灯之后出现再一次的红灯，而是保持无灯和延续上涨的绿灯。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769.762， 高点的压力是 790.707，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也是阿哲呢为数不多目前在寻找的一个方向。那么为什么还是不太看好苹果呢？因为它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当中，并且这里经过了强势反弹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吊颈线，但这根 K 线呢不是一个直接的做空信号。我们相对想要看到是什么呢？如果是做空苹果的同学，最好看到是它这个压力位的保持有效。它不能在这里出现一根阳线把它给突破，如果突破了，那么肯定就不是做空的，肯定就不算做空点。因为目前的股票呢还处于一个绿灯的上行的轨道当中，所以这一个上行肯定不能够直接作为一个做空的机会，我们要等待一个明确的调整才去看空。那么这个明确的调整机会决策假阴后，它收一根阴线，而这根阴线呢需要在前方这根假阴线的实体之下出现收盘，那么才能够意味着它是一个做空点。结合下方是一个上穿 K 线，上穿 K 线之后它容易是高点变盘，所以再结合前方是有压力，那么这个高点只要产生一些滞涨的现象，其实也可以作为做空点。当然如果直接就是收阳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不产生做空点，那么直接呢还是保持绿灯后的延续看涨。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红绿灯来去跟踪一下低点的支撑，今天可以看到200.23， 高点的压力看到203.57，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作为红绿灯的直接买点。这个直接买点只要后续不是接着一根红灯，而是保持无灯和绿灯，那么就依旧能够看涨。像前期这种位置，有时候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加速行情之后，再出现了红绿灯的转向买点呢，一般效果会变差一点。因为当持续的上涨，可能刚开始出现的红灯转绿灯，你会发现这种买点的效果还不错，是吧？相对的有调整之后，相对位置偏低的红灯转绿灯，它的一个买入之后的一个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有时候是持续加速一段时间之后产生的红绿灯转向的买点，它的空间就不太够了。而最近的这个 Meta 所产生的一个买点呢，是震荡调整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红绿灯呢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再看到下方，它的资金连续的流出之后的流进是它，那么它呢可以作为一个变盘 K 线，它的低点呢被跌破之后一天立马又收回来，所以这个低点的跌破呢不是很有效。至少从价格来看呢是一个假跌破，是吧？跌破一天又收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涨的点呢，需要 Meta 能够收盘把左边的这一个 K 线高点给突破，那么这里会进行进一步的看涨。
我们要小心防范的就是在这种买点之后再次产生的一个红灯 K 线。这一天低点的支撑，今天看到688.64，高点的压力是708.94，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阿哲标记的是一个灰色块，因为目前它还在保持调整，但这个调整呢太奇怪了，从这个绿灯之后连续调一个红灯都没有，这一天才出现红灯，那么这个位置就有点问题，因为像这种行情产生之后，已经明确调了一段区间之后，再出现由绿灯转红灯，它其实就说明了这一个红灯是不太正常的，说明它这个力度比之前都要强，但是它是调整一段时间出现。所以这个地方它容易产生反而意料不到的低点。那这个低点呢，它会如何去发生和确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假阳线。曾经我们说过，下跌时产生的假阳线，它有一个买点叫假阳沉底。这个买点就是需要假阳线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当时这里也是假阳线，那这里呢出现反弹，那这里为什么不能买呢？因为我们要的是假阳线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后续呢继续的下跌，目前遇到了第一根红灯，而它是一根假阳线。我们需要今天的收盘价收阳，实体站在假阳线高点之上，确认这一天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确认这里将会形成本次下跌以来的低点买入，而目前是还没有买点的，所以阿哲标记的是一个灰色块。在我们的行情目录当中，标记红色块的是主要去寻找做空点，绿色块的话呢是已经有做多点，或者说可以去找主要做多方向的一个标的，而灰色块就是它还处于做多和做空的一个徘徊之间。像 MSTR 就是其中一只，如果这个位置它不能出现这种上涨去突破假阳线的高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容易还是一个反弹。当然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如果能够在这一天今天直接在昨天的红灯之后出现绿灯，那么直接也可以作为买点，当然它的一个买入效果就不如直接去反包它好。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357.24，高点压力368.74，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是 PLTR。PLTR 最近是连续的震荡，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三色的变盘，然后这一天呢又出现了绿灯。我们说变盘之后的股价上涨呢可以看涨，如果单纯用红绿灯看也一样的，红灯后的绿灯为买点，绿灯后立马又走为红灯，这为卖点。那么这一天红灯后又转为绿灯，那么是不是为买点？只是你直接按红绿灯连续转向去买卖，可能会比较累，并且呢它会不断的可能打你的止损。所以红绿灯，如果你明确目前是一个震荡，或者说你开始发现它在震荡了，它不是像之前那样的单边了。这之前呢，红灯转绿灯之后，它走的是单边。那么你发现这里出现了红绿灯之后，你经常会打止损的时候，那你已经感觉它走震荡了，那你可以呢更加明确一点再去买进。比如现在的红绿灯出现了绿灯，但它是10日线，然后底下呢又刚下穿这个零轴，下穿了零轴，它就是一个低点变盘。之前这里呢是一个上穿，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下穿。那么股价上涨反弹时，主要是看上穿 K 线，它容易是高点变盘；而价格下穿下跌时呢，这里要关注它能不能止跌，跌破一天就回来了。再加上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为一个买点？而这一天上穿高点为压力，最近呢是突破跌破，突破跌破，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会产生震荡呢？因为这个地方是高点变盘，而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突破。那么我们更希望能够出现一根阳线收盘，把左边的高点站上去，同时把这个低点变盘给确认了，那么这个位置才作为 PLTR 的看涨点。而在此之前呢，它的绿灯的买进可能还是会陷入震荡。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37.94，高点的压力是144.13，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红灯后的下跌下跌力度呢是属于最近股票当中比较强的。但因为英伟达最近的那一个事件呢，对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利好的一个反应的可能，所以市场呢在现在再次去砸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从高位下跌以来，这一波调整的力度还是 OK 的，有足够的回调了，它也打到了前面的一个小平台，这里有了一个长下影线止跌。所以当前虽然还是一个红灯的范围，但是你要关注一下何时可能会产生一个绿灯 K 线。这里但凡出现反包阳线或者说绿灯 K 线的产生，阿哲认为看涨谷歌也是 OK 的，只是它可能不作为首选的一个标的，因为整体前期调的确实也比较厉害。我们看一下它的看涨信号，
我们看到这个高点的压力是 167.245， 低点的支撑呢是 162.09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直接有反包阳线，那基本就不用看了，直接看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是对于170产生了一个回踩，是不是走了一个下跌 ABC 的这种锯齿形的调整？那么这波调整调到170，对于乖离的修复呢，其实是已经算合理了，至少170属于支撑了。在170走为向上，而后股价回落的这种标的，尽可能就不要去找做空机会，因为170呢作为有效的支撑，它哪怕跌破，有可能1根2根就止跌了，所以做空的点呢，一般不找170向上和股价回踩这附近的一个个股。那么如果要找到它的做多机会的话呢，你要关注的就是它回踩170之后所产生的反抽的力度，如果比较强，那么可以作为170止跌的有效。而这种 K 线一般找一根反包 K 线会好一点，是吧？像之前这里也是一个假阳线，假阳线呢被反包，重新站回170支撑，是不是看涨？那么这里呢回到170附近，这里的止跌如果也能够有个反包，那肯定是更好的。如果没有，那至少是不是有一个绿灯？所以今天的预测值高点是 209.43， 低点 206.35，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作为一个震荡啊，箱体的震荡，前期呢出现了突破1天、突破2天，这个区间目前还是没有有效的突破，而后它形成了另外的一个结构，另外的一个区间，就是这里前面有一个晕线。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这个晕线的上破有效，它就会出现启动上涨了，然后去挑战前面的2号 K 线。但这个晕线呢，它有没有被突破有效？这一天突破了一根阳线，实体没有过半，略微比较少。第二天就是吊颈线，第二天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假阴线，而后产生了快速的下跌。所以当前的 SMCI 呢，就还在这个晕线的区间之内，对于晕线的高点没有有效突破。那如果它还保持在晕线区间之内，在有效跌破晕线之前，它的下跌空间是不是就不算很大？当然前提是它还保持震荡。而如果这里再接一根阴线把它跌破，那么下跌空间就容易打开了，就依旧要看跌了。在此之前，我们认为是一个震荡。震荡行情呢，有一个好用的点，就是上穿的点一般容易是高点，当然前提要是震荡啊，上穿的点就更容易是高点，下穿的点就容易是低点，这是震荡的特征。所以我们把这根 K 线作为新的关键 K 线，低点作为一个支撑，高点作为压力。因为它有缺口，所以你可以放大一点，高点也可以看到缺口的下沿。那么价格在这里出现新的震荡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么因为它出现一个红灯 K 线，后续只要不是转为绿灯，那么我们在这里你要去做它的反弹，或者说做高抛低吸，就要看各自的水平了，只是要小心一点，它的波动有点大。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价格低点支撑是 39.12， 高点的压力 42.24， 关注这两个价格，它得突破 42.24 才能够构成红灯之后的绿灯 K 线。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呢出现了低开高走阳线，但不是一个绿灯 K 线。前期这里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前期这里它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呢为一个看跌点，为一个看空点，或者说一个卖出点。而因为它的3色变盘之后走阴线，所以这一波调整呢是正常的。调到这里会不会见到低点？因为是低开高走阳线，整体没有绿灯，所以还无法确认。看到这一天它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被跌破，所以台积电整体来讲呢不太适合去作为主要看多的标的。这里呢更多的容易是一个反弹。这个低点变盘下穿 K 线被跌破之后呢，它往上得要收盘涨上去，我们才有看多的一个机会。在此之前，把前方这根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压力，如果不能修复，那么这里暂时先不要随便看多，哪怕出现绿灯，只要收盘没有过，那么就小心一点，不要轻易的再去做多台积电。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08.261， 高点的压力是 212.649，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6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目前的短线波段完全取决于我们最近所关注的意义之间的一个矛盾。如果真的如期停火，那么阿哲觉得这个地方处于4浪低点调整结束，5浪启动点，那么也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我们密切关注短线的一个变化，来决定接下来的一个做多还是延续的做空。感谢您的观看，今天我们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